一切太快，耀眼的金光瞬息便吞没肉眼所见的一切。金光过后，除了太古沙海原本之物外，无论是欧阳天族布置的临时城池，还是布置的大阵，都被摧毁的彻彻底底。只是沈柏却是双眼瞪得老大，难以置信地打量着四周。旋即更是御空而起，来到了星空之外，拿出一个奇特的金色罗盘，焦急地观察着。观察许久之后，他的脸上露出极其不爽之色。妈的，居然叫这群蝼蚁逃了！虽然刚刚的攻势将太古沙海入口处的一切都毁了，可是楚风逃了。不仅是楚风，就连原本在他身下坐着的赵道斌，以及先前入口处的所有人都逃了。虽然很是不甘，但大局已定，沈柏便身形一转，向小鱼儿所乘坐的战车方向追赶而去。与此同时，在距离太古沙海较远的一片星空之中，楚风、龙成宇、龙木熙、龙木成等人，以及欧阳天族众人、太古沙海的所有人都在这里。所有人都在看着楚风，眼神极其复杂，有不解，有震惊，但更多的却是感激。他们都感受到了沈柏的杀意，甚至感觉到自己将要死去。那等存在要杀他们，他们连惨叫的机会都没有，就别说反抗了。可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，一股超乎想象的力量包裹住了他们，将他们从太古沙海快速的带到了这里。这种速度超乎想象，而那力量便是源自于楚风。是神鹿前辈，您的力量恢复了。楚风对体内的神鹿问道。不过刚刚用了。神鹿道。是什么时候恢复的？楚风又问。有些时间了。神鹿道。前辈，那您怎么不告诉我呀？您，楚风感觉有些憋屈。本神若是告诉你，本神的力量恢复了，也许你早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，本神便也不会在刚刚救下你与你的朋友们。神鹿给出了答案。对于这个答案，楚风却也无法反驳。虽然楚风很想用这力量去解救小鱼儿，可是刚刚的情形，若不是神鹿出手，也许他们真的就已经死了。多谢楚风少侠救命之恩。此刻许多人都在向楚风跪拜，感谢楚风的救命之恩。但楚风以及龙木城，包括欧阳明长等人却都谨慎地看向了赵道斌。这赵道斌刚刚虽然被那沈柏当成座椅坐在屁股下面，受尽了侮辱，可其实他的伤没那么严重，何况他终究是三品天神。就算沈柏不在了，可若是这赵道斌来者不善，对于他们而言仍是无法对付的威胁。赵道斌原本是趴在半空之上的状态，感受到楚风等人的目光，也是站起身来。他先是拍打了一下自己的衣衫，旋即竟对着楚风施以一礼。老夫乃赵氏先族族人赵道斌，刚刚多谢楚风小友出手相救。赵道斌此话一出，让所有人都意识到这赵道斌似乎不像是敌人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赵道斌来到太古沙海原本就是为了捕捉楚风，可现在他改变了主意。楚风小友，你躲一躲吧，那所谓神族并不简单，于你们而言，当下躲避起来是最好的选择。赵道斌说道。你知道他们？楚风问。我族史料之中有关于所谓神族的记载，远古时期确实出现过自称为神的神族，但这神族如天族一般，有多个分支，自然实力也是有强有弱。史料记载，他们并非正常生灵，没有本源，也没人知道他们从何而来，但他们战力极其强大，远非正常修武者或界灵师可比，且他们掌握着特殊的力量，能够将本强于他们的力量压制到与他们相同境界，再凭借他们自身强大的战力，几乎可以立于不败之地。刚刚你们也看到了，老夫的神兵都能被他捏碎，那并非是老夫的神兵脆弱不堪，而是他将老夫那神兵的力量也压制到了弱于他的地步。听到赵道斌的讲述，人们愈加觉得那神族的可怕，这才出来了一个。可按照那位所说，他还有兄长，他们族内还有比他更强大的存在，再加上他们是天下众生为蝼蚁的姿态，当他们全部出来的时候，这浩瀚修武界岂不是将生灵涂炭？之前本以为史料之事不可全信，不曾想竟真的被老夫遇到了这所谓神族，当代竟还有这种古怪生物存在于世。赵道斌发出感叹，就算能够压制力量，也必然有一个上限。前辈与其交手，可有察觉到他的上限？楚风问。赵道斌没有直接回答，但暗中传音却映入楚风耳帘。楚风小友，老夫对你便不隐瞒了，因为老夫不爱使用兵刃，老夫的神兵并非极品，那件神兵老夫若施展全力也可碎之。说了你可能不信，但老夫觉得三品天神以及相同战力应该便是他的上限了。虽然特征来看的确是神族，但多半也是神族中不入流的分支，待得我族彻底出世，便会将他们荡平。在此之前，你躲起来即可。暗中传音到了此处后，赵道斌又对着楚风施以一礼。楚风小友，今日恩情，老夫日后定会相报，后会有期。这话是当众说的，话罢便离开了此地。赵道斌走后，在场之人也是用各自手段向最近的世界飞掠而去。经历了那种事，他们总觉得不安，想要彻底躲起来。至于欧阳天族，也是与楚风等人分道扬镳，而楚风则是与龙木成等人也向较近的世界飞掠而去。
说起来，较劲的世界也都是在神体天河。楚风若是告诉那些人神族的大本营也在神体天河的话，估计他们都不敢向神体天河的世界靠近了。楚风那家伙说的会是真的吗？鱼儿姑娘她真的要嫁入他们神族？赶路途中，龙成宇看向楚风，假的，为了激怒我故意编的。你没看到他其实很怕鱼儿吗？楚风说道。看到了，所以我感觉也像编的，我也觉得是故意气你，你别往心里去就行。但这个家伙也太卑鄙了，表面带着鱼儿走，转过头来又想杀了咱们，真是一肚子坏水。龙成宇很是不爽的嘀咕道，可淡淡的声音却在楚风耳边响起，楚风，你真的觉得那神柏的话是假的吗？对于淡淡的问题，楚风给出了答案，神族太强了，我不想他们插手此事，但拿神柏的话恐怕是真的。那还有犹豫什么？赶快寻个传送阵，咱们去金川上界将小鱼儿救出来。淡淡催促道。可对于淡淡这句话，楚风并没有给予回答。进入较劲世界之后，楚风等人很快找到了传送阵，可楚风却以有事情为由，没有与龙木成等人同行，让他们先回图腾龙族。楚风本就事情多，他们也没有多想，便踏入了传送阵之内。淡淡，我们先去找紫菱吧。楚风对淡淡说道。楚风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现在不是应该去救小鱼儿吗？就算那神柏说的是假的，可这个家伙是多么可恶，多么危险的人啊！就算他说的是假的，也不能让小鱼儿与这种人为伍，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。小鱼儿与他们在一起，你放心得下吗？淡淡急了，从他的语气就能听出他的急切甚至愤怒，他是真的担心小鱼儿的安危。我觉得神柏说的是真的，我早就看出鱼儿有心事，也许神族就是他的心事，也难怪那丫头的举动有些不太对劲。楚风说道。而楚风所见所闻，淡淡都是知道的，这其实也是他觉得那神柏没有说谎的原因。所以你还在犹豫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说去找紫菱？难道你想找你卧龙武宗那个前辈帮忙吗？那可是神族，连那赵氏仙族的3品天神都无可奈何，你卧龙武宗的那个前辈能帮到什么忙呢？我们没有时间浪费了，必须尽快去金川上界将小鱼儿救出来，只有将他救出来，本女王才能放心。淡淡继续催促道。淡淡，可楚风忽然打断了淡淡的话，且说道，鱼儿这件事我不插手了。楚风，你在说什么？淡淡感觉难以置信，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。可楚风却再度重复道，鱼儿这件事我们不要插手了。楚风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那可是鱼儿啊。过往不谈，难道鱼儿那丫头在太古沙海为你做的事情你这么快就忘了吗？你不是对她说过你会保护她的吗？淡淡接连问道，是质问的语气。可楚风却说道，我记得，我当然记得，可是我还没有救出我母亲，我还不能死。闻言，激动的淡淡忽然沉默了。界灵空间内，淡淡脸色僵硬，他无法相信楚风会说出这样的话，但他没有责怪楚风，而是说道，楚风，你将界灵空间的门打开，你有你的想法，本女王也不难为你，但小鱼儿这个丫头也算是本女王看着长大的，对你而言重要的人有很多，可对于本女王而言，这世间重要的人没有几个，小鱼儿是其中之一，本女王绝对不能看着她落入火坑之中而不管。闻言，楚风还想开口相劝淡淡，可楚风还未说完，淡淡便说道，楚风，你不救我不劝你，但我要救你也莫要劝我。楚风却道，但你是我的界灵，我若不去，你怎么去救？你我相隔太远，你会受限制。闻言，界灵空间内，淡淡沉默地低下了头，但很快他的眼眸之中浮现出决意，解除界灵契约，我知道现在的你做得到。淡淡，你非要这样吗？你也说了，那是我卧龙武宗的前辈都对付不了的存在，就算我去了能怎么样？就算你去了又能怎么样？楚风问道。别说了楚风，虽然现在的你让本女王觉得很陌生，可我不怪你，若能救出小鱼儿，我会回来与你重新签订契约。淡淡说道。闻言，楚风意念一转，进入到了界灵空间之内，他正面看向淡淡，可淡淡却目光闪躲，不愿与楚风正视。这是相识这么久以来，淡淡第一次给出他这样的反应，这让楚风心中很不是滋味，但他也不怪淡淡，而是楚风则看向了界灵空间的那道大门，看向了界灵大军，问道，你们还听我的吗？我等誓死追随大人，由修罗王率领的修罗大军整齐地跪在了楚风的面前。那我命令你们一同解除界灵契约，跟随女王大人去营救小鱼儿。楚风此话一出，便立刻换来了界灵大军整齐的遵命。不用，本女王自己去。淡淡却并不同意，要去你们便一起去。可楚风却态度坚决，淡淡不愿在这种事情上浪费时间，于是才道，随你。于是楚风寻得了一处隐秘之地，开始布置大阵。大阵布置完成，便打开了界灵大门，淡淡与界灵大军纷纷飞掠而出，整齐地落在大阵之中。而楚风则是催动界灵空间的力量，将仍在闭关修炼的羽纱也强行送了出来。楚风在羽纱身上布置了一道特殊的阵法，旋即捏动法诀，大阵的中心浮现出一个巨大的结界球体。我体内的束缚之力较为特殊，你们与我解除契约，虽然我能够做得到，
但却会比较痛苦，也会付出一些代价。不过若想顺利解除契约，你们必须全力配合，不可有一丝反抗。淡淡没有说话，冷漠的脸庞让楚风也感到陌生，反倒是戒灵大军整齐应下，无论楚风作何决定，他们都会遵从楚风命令。楚风提醒过他们之后，便捏动法诀，随后那球体释放出无数道结界气焰，分别进入淡淡以及修罗大军的丹田部位。果不其然，就连修罗大军也是面容狰狞，看得出来的确是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。可淡淡却面无表情，不是不痛，而是于他而言，此刻心更痛。他依旧想不通，为何愿意为那么多朋友舍弃性命的楚风，在面对小鱼儿有危险的时候，却忽然怕了。就算神族太强，就算太古沙海的濒临死亡让楚风懂得了珍惜了生命，可淡淡仍是难以接受这件事。这不是他所认识的楚风，陌生的让他心痛无比。这过程不仅痛苦，也耗费了一些时间。当一切结束，淡淡立刻看向楚风，催促道：“还没好吗？”这才发现楚风站在阵法之外，面带笑意的看着他。好了。轰隆隆，刹那间，脚下无数道黑色的柱子自阵法之中升起，转瞬之间便形成了一道巨大的牢笼，将淡淡以及修罗大军全部困在了当中。楚风，你这混蛋，你骗本女王！这一刻，淡淡终于反应了过来，他上当了。楚风不是不救小鱼儿，而是不想连累淡淡他们，他是想自己去救。反应过来的淡淡愤怒地冲向楚风，可却被那牢笼拦了下来。这座牢笼坚固无比，纵使是他也无可奈何，因为这是一座契约牢笼，就是为他们而建造的。他们刚刚以为是在解除契约，因此任由结界之力如何变化，他们也都默许接受极度的配合，便等于是签订了契约。自愿签订契约的牢笼，他们自然无法破解。淡淡，现在还陌生吗？楚风笑着问道。你这混蛋，放本女王出去啊！淡淡催促着，可楚风却笑着摇了摇头，旋即捏动法诀，那先前与淡淡等人签订契约，就悬于阵法中心的球体，宛如花瓣一般绽放，在那最中间竟悬着一颗蕴藏着9色雷霆的水晶石，那是我的生命石。若我不幸死了，我们的契约便会解除，但这座牢笼不会立刻解除，还会困住你们一阵子。我只是预防你们做傻事，所以放心，时间到了，自然还是会解除的。楚风说道。眼见着楚风心意已决，淡淡眼中的愤怒消散，变得楚楚可怜。楚风，你带我一起去，我还有手段没有施展，我可以救小鱼儿，我可以帮你的。淡淡渴望地看着楚风，可楚风却笑着说道，我知道我的女王还有手段，但我也知道那手段很危险，可能会要了你的命。鱼儿我会救，但我不会用你的命去救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你和本女王还分什么你我？我们的命不是从一开始就绑在一起的吗？我们不是一直并肩作战，不分你我的吗？你今天这算什么呀？你是要抛下本女王吗？淡淡质问着楚风，可楚风却摇了摇头，旋即便转过身去。楚风！可忽然，淡淡的咆哮声自楚风身后传来，随后竟传来扑通一声，那个声音让楚风的心也咯噔了一下，感觉心都碎了，下意识的便回头看去，这才发现淡淡竟跪在了牢笼之中，且用祈求的目光看着楚风。楚风，当本女王求你了，还不行吗？带我一起去。看到这一幕，楚风的眼泪如同失控一般，瞬间就涌现而出。纵使见过太多所谓的场面，经历了太多所谓磨难，他的忍耐力自认为已是极强。可当看到淡淡向他下跪，当看到女王大人跪在他的面前，用祈求的目光望着他，楚风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。他立刻转过身去，不想让淡淡看到他泪如雨下的样子。他心意已决，不能心软，否则便是害了淡淡。因为这一去，楚风毫无把握。淡淡，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就算你怪我，我也要你活下去。楚风背对着淡淡说出了这番话，而话音落下之后，便御空而起，离开了此地。